好心把30万的苹果订单帮衬大伯，他却要把我往死里坑。那天我意外听见他和果贩子对话：你那批病果50块都没人要，你150卖给亲侄女，真把自家人当冤大头宰啊！我一旦收下，丢工作是小事，坐牢是大事。我急忙冲进去对峙，大伯却当场翻脸，指着我鼻子吼：你那么大的领导，还在乎这点钱？这订单你今天必须签！堂哥拎着锄头就朝我逼近，我看着这对豺狼亲戚，突然笑了。我不仅没撕合同，反而把订单又追加了3000箱。他们笑得合不拢嘴，却不知道就是这批订单，亲手把他们全家送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公司5一发福利，我拿出30万的合同，向大伯采购2000箱的特级水果。刚签完字，开车准备回城，车子开出村口不到1公里，我一摸口袋，公司库房的钥匙串掉在果园的窝棚里了。我把车停在果园外的小路上，步行穿过树林，刚靠近窝棚，就听到里面传出阵阵大笑声。爸，真有你的！那死丫头连看都没看一眼果子，直接就把合同签了。我脚步一顿，心里升起一丝异样，紧接着一个陌生的声音响了起来：老王啊，你这招可真够损的！你那批病果50块都没人要，你150卖给亲侄女，真把自家人当冤大头宰啊！我浑身一僵，血液瞬间冲向头顶。大伯冷哼了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得意和鄙夷：他个小丫头片子懂个屁，在城里待了几年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。再说了，他有那个渠道，亲戚的钱不赚白不赚，就当是他孝敬我这个长辈了。大伯母也在旁边帮腔：就是，当年他爸生病，咱们家可是借了他们200块钱呢，这份恩情他拿命还都是应该的。王强猛吸了一口烟，把烟头狠狠踩灭。爸，等这笔钱到手，你得给我换辆霸道。村头李二狗天天开个破马桶跟我显摆，我早看他不顺眼了。我站在窝棚外，指甲死死地掐进掌心。2000箱烂果子，如果真发到公司员工手里，我不光会被开除，甚至还要承担法律责任。他们这不是在坑钱，这是要毁了我一辈子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猛地一脚踹开了窝棚那扇破旧的木门。窝棚里的笑声戛然而止。楠楠，你不是回城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我要是不回来，怎么知道我的好大伯打算用50块钱的毒果子换我150块钱1箱的订单呢？刘麻子见势不妙，干笑2声，缩着脖子溜出了窝棚。大伯母双手叉腰，三角眼一瞪：你个死丫头，敢偷听长辈说话！我怒极反笑，直视着大伯母的眼睛：你们把打了违禁农药的2000箱烂果子卖给我，你们是想让我坐牢吗？大伯脸皮一垮，露出了无赖的本相：坐什么牢？你别在这儿危言耸听。苹果有点斑怎么了？削了皮一样吃。你瞎矫情什么？大伯走到我面前，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尖。这钱你今天出也得出，不出也得出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他喷出来的唾沫星子。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特级果货不对版，我有权拒收，并且追究你们的违约责任。听到违约责任4个字，一直没吭声的王强恼怒了，他随手抄起墙角的一把生锈的锄头，重重的砸在地上。你吓唬谁呢？闲烂你别要啊，赶紧滚出我的果园！没了我这批货，我看你下周拿什么去交差！王强一边吼，一边拎着锄头朝我逼近。强子，不能让他走，这批果子必须卖给他。他要是敢毁约，咱们就去他公司闹，让他们全公司的人都看看这个白眼狼是怎么欺负自家亲戚的。看着这群所谓的亲戚，我心里的怒火渐渐冷却。跟这群无赖硬碰硬，我今天绝对讨不到好，甚至可能走不出这个果园。我垂下眼帘，肩膀微微颤抖，装出一副被吓到的样子。堂哥，你别冲动，先把锄头放下。王强见我服软，得意的冷笑一声，把锄头扛在肩上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这合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楠楠啊，大伯这也是为你好，你花公司的钱办自家的事儿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，脸上已经换上了一副认命的表情。大伯，你说的对，这份钱不赚白不赚。大伯一家3口闻言，眼睛同时亮了起来。我咬了咬牙，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。都是自家人，公司这次的预算很充足，既然要干，咱们就干票大的。我盯着大伯的眼睛，假装真诚地说：2000箱太少了，我回去跟老板申请一下，追加到5000箱。大伯倒吸了一口凉气：5000箱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，150一箱，5000箱就是75万。大伯，你能吃得下吗？吃得下，当然吃得下。妹啊，你早说啊！
早说你这么够意思，哥刚才哪能跟你急眼呢？我的好侄女儿，我就知道你是个知道感恩的。大伯母晚上给你炖排骨。我嫌恶地避开他的手，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吃饭就不必了，公司那边催得紧，我得赶紧回去走审批流程。不过大伯，丑话说在前面，5000箱不是个小数目，下周3交货，1箱都不能少，少1箱，我这边的尾款就卡不住了。放心，你大伯在村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这点实力还是有的。下周3，5000箱果子，整整齐齐码在村口等你。我点点头，拿回丢在桌上的钥匙，转身走出了窝棚。我在心里冷笑，他们家那片破果园，撑死了也就产2000箱烂果子，剩下的3000箱缺口，我看他王建国去哪里变出来。回到城里，我立刻拨通了助理的电话。小刘，马上帮我联系10辆重型卡车，下周3早上6点在王家村村门口集合。另外，去安保公司雇20个最专业的保镖，一起带过去。挂断电话，我打开了家族微信群，群里早就炸开了锅。大伯在群里发了一个手写的合同照片，然后连发了10几个炫耀的红包。群里的亲戚们正在疯狂拍马屁。大伯还发消息让大家看看，说我出息了，一口气给他下了5000箱的订单，说这才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。三姑看到消息，羡慕我大伯这次可是发大财了。大伯故作谦虚的回复，也就是赚个辛苦钱，是我非要给他高价，他连推都推不掉。看着屏幕上的消息，我冷冷一笑，截图保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伯为了凑齐这5000箱果子，彻底陷入了疯狂。为了吃下这75万的大单，他居然跑去镇上借了30万的高利贷。他拿着这笔钱，开着拖拉机跑到隔壁几个村，以30块钱1箱的极低价格，疯狂收购别人家卖不出去的烂果。连树底下掉的烂了一半的果子，他都让人捡起来装进箱子里。只要装在下面，上面铺一层好的，那死丫头根本看不出来。这是大伯在酒桌上跟人吹嘘的原话。他做着暴富的美梦，甚至已经去城里的4S店给王强订了一辆顶配的丰田霸道。交货前一天晚上，大伯给我打了个电话：“楠楠啊，5000箱果子全都装好车了，你明天可得把钱带够啊！”他语气里的贪婪和急切几乎要溢出屏幕。放心吧，大伯，明天我一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周3清晨，晨雾还没散尽，我带着2名专业的质检员，开着车缓缓驶入王家村。村口那片空地上堆满了纸箱，高高的一大堆。大伯穿着红衬衫，正背着手在果箱前走来走去。王强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，嘴里叼着烟，抖着腿跟旁边的村民吹牛。看到我的车停下，大伯立刻迎了上来：“楠楠啊，你可算来了，5000盒1箱不少，全在这儿了。”大伯指着那堆积如山的纸箱，急不可耐地搓着手：“财务打款的流程走完了吧？咱们什么时候转账？”我没有理会他，转身对身后的2名质检员抬了抬下巴，让他们过去开箱验货。大伯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上前一步拦住质检员：“哎，验什么货？自家亲戚还能坑你吗？上面全是又红又大的特级果，不用看了。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大伯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5000箱的单子不可能不质检就打款。”质检员一把推开大伯的手，随手划开了一个纸箱的胶带，表面上确实铺着一层还算过得去的苹果，但质检员戴上手套，直接把手插进箱子底部，猛地掏出几个果子，黑斑虫眼，甚至还有已经腐烂流汁的烂果。质检员面无表情地连开了10几个箱子，无一例外，全都是表面光鲜，底下腐烂的垃圾。质检员大声宣布了结果：“王主管，腐烂率高达80%。完全不符合采购标准。”大伯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，他结结巴巴地狡辩：“这肯定是在路上捂坏了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：“你拿这种喂猪都不吃的毒果子来糊弄我，真当我是收破烂的吗？”堂哥王强一把扯下脖子上的金项链，抄起旁边的一根扁担就朝我冲过来：“王楠，你想毁约是不是？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不然老子打死你！”就在他的扁担即将砸到我头上的那一刻，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鸣笛声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10辆重型大卡车排成一条长龙，浩浩荡荡地开进村子。车门齐刷刷打开，20个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墨镜的魁梧保镖鱼贯而出，其中2个保镖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反扭住王强的胳膊，一脚将他踹倒在地。我转身向第1辆车的司机比划了个手势，车里的司机看到后点了点头。第1辆卡车上的高音大喇叭顿时就响了起来，声音震彻整个村庄：“高价收购全村果子，只要不是王家果园的，每箱加价50元，现金结算，绝不拖欠。”全村人先是愣了1秒，跟着就爆发出
要给我升职。3天后，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，前台小妹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好了，王主管，您大伯一家在楼下大厅闹起来了，还拉了横幅，开了直播，到处说您坑骗亲戚血汗钱。我猛地站起身，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看来高利贷的催债不仅没让他们反省，反而让他们像疯狗一样，打算死咬着我不放了。我冷静地看下前台，开口道：“别慌，去叫保安队长，跟我下楼。”我刚走出电梯，就听到大厅里传来大伯母杀猪般的哭嚎声。他扯着嗓子喊：“没天理呀！王楠为了吃回扣，逼着我们老两口借高利贷借资买果子，现在却翻脸不认人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！”我拨开围观的人群，走到大厅中央，只见大伯母披头散发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干嚎，眼泪却没掉一滴。大伯佝偻着背，手里举着个纸板，上面用红墨水歪歪扭扭写着“还我血汗钱”。王强最嚣张，举着个手机支架，正对着镜头唾沫横飞。家人们，等着看吧，我这就让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体验一下什么叫社会性死亡。看到我出来，王强立刻把镜头对到我脸上，还当着直播间3万多网友的面质问我：“王楠，你敢不敢承认坑了我们75万血汗钱？”周围的同事和来往的客户都在指指点点，眼神里充满了怀疑。我面对着镜头，表情没有一丝波澜，说道：“王强，你既然开着直播，那就让大家看个明白。你口口声声说我坑人，证据呢？”大伯立刻跳了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被我揉皱的合同，说道：“这就是证据，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，你要买我们5000箱果子，现在不要了，不是坑人是什么？”我冷笑一声，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质检报告，直接拍在旁边的大理石桌面上。我是签了合同，但合同上写的是特级果，可这份质检报告显示，你们提供的苹果农药残留超标3倍，腐烂率却高达80%。我反问大伯，把这种有毒的烂果子卖给我的公司，是想毒死我们全公司的员工吗？此言一出，围观的人群顿时一片哗然，都在骂他们太黑了，杀熟都不带这么狠的。王强见风向不对，立刻梗着脖子狡辩，说我的质检报告是伪造的。大伯母也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死丫头，你收了我们20万回扣，现在想不认账是吧？没门！”听到回扣2个字，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。在这个公司，贪污受贿可是大忌。我眯起眼睛看着大伯母那张扭曲的脸，你说我收了20万回扣，如果是线上，那转账记录呢？如果是现金，在哪儿给的？有证人吗？大伯母一时语塞，眼珠子乱转。他支支吾吾说给的现金没有证人，但有聊天记录。王强立刻配合地掏出另一部手机，展示出一张微信聊天截图。截图上我的头像确实在说，果子烂点没关系，只要把20万准备好，保证让财务打款。看到这张截图，人群彻底炸了，都在说我太可怕，连亲戚都坑得这么惨。就在这时，公司副总赵总黑着脸走出了电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赵总一出面，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大伯一家仿佛看到了救星，立刻扑过去把那张伪造的聊天截图对到赵总眼前。他们哭着喊着让赵总做主，说我心黑手狠，坑了他们全家的救命钱。王强的直播镜头也对准了赵总，让网友看公司怎么处理这个贪污犯。赵总看着那张截图，眉头拧成了死结。他转头看向我，语气严厉到了极点，说我太让他失望了，公司对我委以重任，我竟然干出吃回扣这种事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迎着赵总的目光，我说这张截图是伪造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，更没有收过他们1分钱。王强一听就愤怒跳脚，说头像和微信号都在，我还敢抵赖？他一时嘴快，差点说漏是花钱找黑客做的，但周围的人已经被情绪裹挟，根本没注意到这个细节。赵总显然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他压低声音对我吼道，他说现在网络舆论已经发酵了，我知不知道这对公司的形象有多大影响，让我立刻向他们道歉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马上把这件事平息下去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赵总，我问他，宁愿相信一张来历不明的截图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员工，他们卖毒果子可是有实锤的。赵总不耐烦地打断我，他说他不管什么毒果子，只看到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们公司包庇贪污犯。从现在起，你被停职了，直到事情调查清楚为止。大伯母一听，顿时得意忘形，他双手叉腰，趾高气扬地指着我说：“停职怎么够？我必须赔偿他们100万，少1分钱今天就不走。”王强也跟着起哄，说不赔钱就天天来闹，让我们公司彻底身败名裂。看着这群跳梁小丑，我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笑出了声。我点了点头，退后一步，目光扫过大伯一家和赵总。我说：“既然赵总决定停我的职，那这件事就彻底成了我个人的私事了。接下来我怎么处理，公司也无权干涉了吧？”赵总冷哼一声，只要你不牵扯公司，随你的便。
那天我转头看向王强举着的直播镜头，嘴角扯出一抹冰冷的嘲讽。我问他们，真以为一张 P 出来的截图就能定我的罪？还问他们是不是忘了我那天回去拿钥匙的时候，在窝棚外站了多久？大伯的脸色猛地一变，眼神里瞬间闪过极度的恐慌，一看就是被我说中了心事。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备用手机，直接连上了大厅的蓝牙音箱。我只是想让直播间的3万多网友听听一段非常精彩的相声。我按下播放键，音箱里立刻传出大伯和果贩子刘麻子清清楚楚的声音。刘麻子说他这批打了农药的病果，50块一箱白送都没人要。大伯倒好，150一箱卖给亲侄女，根本就是把自家人当冤大头仔。大厅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录音里的声音在回荡。他个小丫头片子懂个屁！亲戚的钱不赚白不赚，他那么高的工资，就当是孝敬我这个长辈了。接着是王强狂妄的叫嚣，说等钱到手要大伯给他换辆霸道，还说我要是敢不要这批烂果子，他就拿锄头把我的腿打折。录音放完，整个大厅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，直播间的弹幕更是僵了整整3秒，跟着就跟火山爆发似的疯狂刷屏，全是骂他们一家是吸血鬼的。大伯的脸煞白，2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，他指着我结结巴巴的狡辩，说录音是我用 AI 合成的。我冷笑一声，又切出一份文件投屏到了大厅的大屏幕上。是不是合成的，警官自然会鉴定。屏幕上显示的是镇上高利贷光头哥的转账记录，还有大伯以30元一箱的价格在邻村疯狂收购烂果子的视频监控。我告诉大伯，他为了吃下我那75万的单子，借了30万高利贷去收全镇的垃圾果，现在高利贷催债他还不上钱，就跑来公司诬陷我吃回扣，企图敲诈我100万。我一步步逼近他，眼神锐利，问他准备好在牢里度过晚年了吗？大伯母一听10年起步，当场吓得一屁股瘫在地上，尿水顺着裤腿流了出来。他疯了似的撕扯大伯的衣服，把所有事都推到王建国头上，骂他老不死的想害死全家，说自己早就劝过不要惹我。王强也慌了神，手忙脚乱的想要关掉直播，却因为手抖，手机直接摔在地上，屏幕摔得粉碎。别报警，楠楠，我是你哥啊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王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刚才的嚣张跋扈荡然无存，只剩下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。站在一旁的赵总此刻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赶紧换上一副笑脸打圆场，说都是误会，我的停职立刻取消。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会。我拿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喂，是派出所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在我的公司大厅寻衅滋事，并且涉嫌敲诈勒索100万，证据确凿。挂断电话，我看着跪在地上的王强和瘫软的大伯，告诉他们，从他们打算用毒果子毁掉我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再是亲戚了。没一会儿，警笛声就由远及近，红蓝交替的灯光刺破了公司大厅的喧嚣。2名警官上前，给还在瘫软发抖的王建国和王强戴上手铐。大伯母见状直接晕了过去，被医护人员抬上了救护车。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，留下满地狼藉和散落的横幅碎片。赵总搓着手凑上来，脸上堆着虚伪的笑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我受委屈了，公司肯定站在我这边，停职的事就是个误会，他这就跟老板解释清楚。我不动声色地避开他的手，眼神冷淡地扫过他，说还有事，先回办公室了。看着我转身的背影，赵总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他掏出手机，快速发了条短信出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开车到公司楼下，就被3个穿着黑色背心、满身纹身的壮汉拦住了去路。为首的是一个光头男人，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，嘴里叼着一根烟，眼神凶狠地上下打量着我。你就是王楠。我皱起眉头，警惕地看着他们，问他们是谁，想干什么。光头哥冷笑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借条甩在我的脸上，说他是王建国的债主，王建国借了他30万高利贷，周息5%，现在利滚利加违约金一共50万，王建国被抓进去了，父债子还，书债直还，天经地义，这笔钱得我来还。我捡起借条，看着上面王建国歪歪扭扭的签名和鲜红的手印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说这是他自己借的钱，跟我没关系，要债去找他，别来找我。光头哥上前一步逼近我，说要不是我坑了王建国，他根本不会还不上钱。3天之内凑不齐50万，我卸你一条胳膊，不信你就试试。
光头哥带着手下转身就走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，气得浑身冰凉。我立刻拿出手机报警，警官很快赶到，了解情况后，却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这属于民事债务纠纷，他们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只能进行口头警告，让我自己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再联系。警官走后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我知道光头哥这种人根本不会把警官的警告放在眼里。果然，接下来的几天，光头哥的骚扰变本加厉。我早上开车出门，发现自己的车被泼满了红油漆，车身上还用黑色的喷漆写着欠债还钱4个大字。公司楼下的公告栏里贴满了大字报，上面写着我是白眼狼，坑害亲大伯，欠债不还，引得公司员工和来往客户纷纷围观议论。更让我崩溃的是，半夜里我总会接到陌生的恐吓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阴森森的声音，问我钱凑得怎么样了，再不还钱就去找我爸妈聊聊。与此同时，公司里的谣言也愈演愈烈，赵总在背后撺掇了几个平时就对我不满的老员工，一起去找老板进谗言，要求立刻开除我。老板本来就因为这件事影响公司形象而不满，加上赵总等人的煽风点火，最终做出决定，暂停我所有的采购权限，调我去后勤部门，负责打扫卫生和收发快递，同时扣发我3个月的奖金。老板坐在办公桌后，一脸为难地看着我，说不是他不帮我，现在全公司都在议论，他也是没办法，让我先去后勤待一段时间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我没有辩解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出了老板办公室。光头哥见我迟迟不还钱，竟然联系了我的几个核心水果供应商，威胁他们如果继续和我合作，就砸了他们的仓库和果园。供应商们都怕惹上光头哥，纷纷打电话给我，单方面解除了合作协议。眼看着公司的端午福利采购就要开始，却没有一个供应商愿意供货，采购部陷入了瘫痪。赵总趁机向老板推荐了自己的小舅子，说他有可靠的货源，能够按时完成端午采购任务。老板大喜过望，立刻任命赵总的小舅子为临时采购主管，接手了所有的采购业务。我站在后勤部门的杂物间里，看着窗外赵总小舅子意气风发地指挥着员工搬运货物，手里紧紧攥着拖把，指甲深深嵌进了掌心。我没有被眼前的困境打垮，我利用在后勤部门工作的空闲时间，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。想要彻底解决问题，就必须先扳倒光头哥，然后再揭露赵总的真面目。说干就干，我首先联系了之前被我高价收购果子的王家村村民。我开车回到王家村，找到了村长和几个当时受过我帮助的果农，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遭遇。光头哥在咱们这一带放高利贷这么多年，坑了多少人啊？你们难道就不想让他受到惩罚吗？那天我看着在场的村民，语气特别诚恳地求他们帮忙。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脸上全是犹豫。村长叹了口气，说光头哥太狠，他们惹不起，怕帮我作证会被报复。我看着他们畏惧的眼神，心里一下子凉透了，但没放弃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已经收集了光头哥暴力催收的证据，只要他们作证，警官肯定能把人抓起来，到时候就没人再欺负大家了。在我再三劝说下，终于有几个被光头哥坑过的果农站了出来。他们跟我讲了自己被强迫低价卖果、被暴力催收的经历，还在证词上签了字。拿到这些证词，我又把自己这些天被光头哥骚扰的所有证据都整理好。带着东西，我再次去了派出所。这次接待我的是刑侦队的李队长，他看完所有证据，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严肃。王女士，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很充分，光头哥这个团伙我们早就注意到了，他们涉嫌放高利贷、暴力催收、寻衅滋事等多项罪名。我们之前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立案，现在有了你的这些证据和村民的证词，我们立刻展开调查。然而就在警官准备传唤光头哥的前一天，局势突然彻底反转了。那天早上我刚到后勤部门，就接到了李队长的电话，让我立刻去派出所。我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赶紧打车赶了过去。一进审讯室，我就看到对面坐着王强和一个陌生男人。王强看见我，眼神躲躲闪闪，根本不敢跟我对视。王强刚才来报案，说当初是你指使他父亲王建国借高利贷收果子，还承诺事成之后分他一半利润。现在你翻脸不认人，才导致他们家破人亡。那个陌生男人是邻村的果农张老三，也作证说我曾经找过他，让他把烂果子卖给王建国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根本没有说过这种话，是他们在撒谎！王强突然抬头大喊，说就是我指使的，还说我让他爸多收果子，不管多烂都能收，现在把责任全推给他们。张老三也跟着附和，说那天我确实找过他，让他把卖不出去的烂果子卖给王建国，还会给好处费。我赶紧跟李队长说他们是被收买了，我有录音能证明当初是王建国自己想坑我，把毒果子卖给我，我从来没指使过他借高利贷。录音可以伪造，
你那么有钱，找个高手合成一段录音还不容易。王强立刻打断我，让李队长别被我骗了，因为王强和张老三的口供完全一致，又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做伪证，警官只能暂停对光头哥的调查，转而询问我。最后虽然因为证据不足，没对我采取强制措施，但这件事还是给了我毁灭性的打击。公司知道我被警方调查的消息后，立刻下发了正式的停职通知书，让我在家反省等结果。赵总则顺理成章的让自己小舅子接任了采购主管，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捞钱，把公司所有采购订单都交给光头哥的人，从中拿巨额回扣。我在家待了整整1个星期，几乎足不出户。每天我都在整理各种证据，想找到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线索。可王强和张老三的伪证就像一座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试着联系之前愿意作证的几个王家村村民，结果他们都因为怕光头哥报复，纷纷改口，说之前的证词是被我逼迫的。就在我走投无路，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门铃突然响了。我警惕地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一看，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果贩子刘麻子。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一只眼睛肿得像核桃，胳膊上还缠着绷带，样子特别狼狈。我打开门，疑惑地看着他，问他来做什么。他叹了口气走进屋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苦笑着说他是来跟我道歉的。他说当初王建国那批病果就是他卖的，他明知道那些果子打了违禁农药不能卖，还是为了钱卖给了王建国。对不起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我心里清楚，他这次来肯定不只是为了道歉这么简单。果然他顿了顿，接着说这次来是想跟我联手扳倒光头哥。我挑了挑眉问他为什么，他跟光头哥不是一伙的吗？一伙的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光头哥打的。他苦笑一声，撩起衣服，露出背上密密麻麻的伤痕。他说光头哥因为收不回王建国的钱，就迁怒于他，说他不该把病果卖给王建国，害自己亏钱。光头哥不仅砸了他的水果摊，抢走了他所有积蓄，还把他打成这样。他要是再跟光头哥一伙，迟早会死在对方手里。刘麻子的眼神里满是愤怒和恐惧，说光头哥心狠手辣，翻脸不认人。这些年光头哥在周边村镇放高利贷，不知道坑了多少人，谁欠他钱轻则被打中，则家破人亡。他早就看不惯了，只是一直不敢反抗。这次被光头哥逼上绝路，就算拼了命也要拉对方一起下水。我看着他身上的伤痕，知道他没说谎，沉默了片刻。我问他想怎么联手，我现在自身都难保，被诬陷成了诈骗嫌疑人。他说他有证据，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递给我。他说这里面是他偷偷录下的光头哥团伙所有的犯罪证据。他早就知道光头哥不是好人，一直偷偷收集证据，想以后自保，现在全都交给我。我接过 U 盘，立刻插进电脑，里面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。不仅有光头哥放高利贷的详细账本，记录了每一笔借款的金额、利息和还款日期，还有他强迫果农低价卖果的录音、殴打欠债人的视频，甚至还有他和赵总私下见面的照片和通话录音。我看着照片上和光头哥勾肩搭背的赵总，瞳孔骤缩。赵总，他们竟然早就勾结在一起了。刘麻子点了点头，说赵总早就想把采购部据为己有，和光头哥勾结了很久，一直想找机会把我踢出局。这次王建国的事正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。他还告诉我，当初王建国借高利贷就是赵总暗中介绍的。赵总跟光头哥承诺，只要能把我搞垮，就把公司所有水果采购订单都交给光头哥，两人5-5分成。这次王强反水，张老三做伪证，也都是赵总在背后策划的。赵总给了王强5万块钱，还承诺等掌控了采购部，就安排王强去公司上班。张老三则是因为欠了光头哥的钱，被逼迫做伪证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赵总一直针对我，难怪光头哥对公司的事了如指掌。原来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一个针对我的阴谋。王建国一家不过是他们用来对付我的棋子而已。看着 U 盘里的这些证据，我心里终于燃起了希望。这些证据不仅能证明我的清白，还能彻底扳倒光头哥和赵总这两个毒瘤。我看着刘麻子，真诚地跟他道谢，说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永远都洗不清冤屈。他摆了摆手，说不用谢他，他也是为了自己。光头哥不倒，他们这些老百姓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。他还提醒我要小心，光头哥很狡猾，手下还有很多打手，一定要计划周密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我点了点头，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的，这次我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刘麻子一起仔细整理了 U 盘里的所有证据，还补充了一些新的线索。我们又找到了几个被光头哥坑害过的受害者，说服他们站出来作证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就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将光头哥和赵总一网打尽。那天我没直接把证据交给警官，我决定设一个局，让他们自投罗网。我假装走投无路，给光头哥打了个电话。当时我故意把声音压得带着哭腔，装得特别绝望，说自己认输了，50万已经凑齐要还给他。我提了条件，必须一手
交钱一手交借条，还要赵总在场作证，证明这笔债务彻底结清，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来找我的麻烦。光头哥接到电话，一看就是被钱冲昏了头，真以为我彻底认输了，得意的哈哈大笑。他一口答应了我的条件，说第二天下午3点在郊区废弃的3号仓库见面，赵总也会准时到。挂了电话，他立刻打给赵总报喜，说我要把50万送过来，等拿到钱，他们就彻底高枕无忧了。赵总还提醒他小心我耍花样，他满不在乎，说会带10几个兄弟过去，我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第二天下午3点，我提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，准时到了郊区的3号仓库。光头哥带着10几个手下，正坐在仓库中央的桌子上抽烟，赵总和他的小舅子站在一旁，脸上全是藏不住的得意笑容。光头哥一看见我，就迫不及待地问钱带来了没有。我把行李箱放在桌子上打开，里面果然装满了红彤彤的100元大钞。我冷冷地告诉他50万1分不少，让他把借条拿出来。光头哥眼睛都看直了，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借条递给我，说现在钱是他的了，我们之间的债务一笔勾销。我接过借条仔细看了看，确认无误后当场撕得粉碎。光头哥见状笑得更猖狂了，说我早这么识相多好，非要自讨苦吃。赵总，光头哥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真的是来给你们送钱的？光头哥和赵总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愣在原地问我什么意思。我没回答他们，直接按下了手里的录音笔。同时仓库里的大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开始播放我提前准备好的证据，里面有光头哥放高利贷的账本、暴力催收的视频、殴打刘麻子的画面，还有他和赵总私下勾结的通话录音和照片。光头哥当场勃然大怒，猛地一拍桌子，喊着让兄弟们上，要废了我把证据抢过来。10几个手下立刻抄起身边的钢管和木棍，朝着我冲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仓库的大门突然被撞开，数十名警官冲了进来，手里举着警枪。光头哥和他的手下们瞬间愣住，手里的钢管和木棍哐当一声全掉在了地上。赵总吓得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他的小舅子转身想跑，被旁边的警官一把抓住，狠狠按在了地上。李队长走到光头哥面前，拿出手铐说已经盯他很久了，现在人赃并获，问他还有什么话说。光头哥面如死灰，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任由警官给他戴上了手铐。赵总则瘫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完了，全完了。警官当场抓获了光头哥和他的所有团伙成员，还有赵总和他的小舅子王强。因为是被胁迫做伪证，又主动坦白了所有罪行，被从轻处理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刑1年。公司也正式发布公告，开除了赵总，并且追回了他之前贪污的所有款项。我洗清了所有的嫌疑，回到了公司，老板亲自向我道歉，并且正式任命我为采购总监，年薪直接翻了3倍。公司的员工们也都对我刮目相看，之前那些躲着我的同事纷纷过来向我道歉。半年后，我再次回到了王家村，在我的帮助下，王家村的果园和城里的几家大型超市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，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果子卖不出去，收入也翻了好几倍。村长代表全村村民给我送了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为民除害，恩重如山8个大字。我接过锦旗，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苹果树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苹果树上，给整个果园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。我站在果园里，看着村民们忙碌的身影，心里一片平静。这时，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了果园门口，公司新来的技术总监陆泽从车上走下来，手里拿着一瓶水，笑着朝我走过来。王总监，看你站了半天了，喝点水吧。我接过水，看着陆泽温柔的笑容，心里泛起一丝涟漪。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口，清甜的矿泉水顺着喉咙滑下，驱散了午后果园里闷热的暑气。陆泽靠在旁边粗壮的苹果树上，白衬衫的袖口挽到小臂，目光温柔地扫过漫山遍野挂满果实的枝头。他说这次来是想和我商量，给村里引进最新的矮化红富士品种，配合滴灌技术能提高30%以上的产量。我笑着点头，说村民们肯定会举双手赞成，他们早就盼着能有更科学的种植方法了。正说着，远处传来一阵欢快的脚步声，村长带着几个扛着竹篮的村民朝我们快步走来，他们把篮里最大最红的苹果塞到我和陆泽手里，粗糙的手掌拍着我的胳膊，一个劲地说着感谢的话。看着他们脸上淳朴又真诚的笑容，我心里残留的最后一点关于过去的阴霾也彻底被风吹散了。后来我从村长口中得知，大伯母出院后就收拾了家里仅剩的一点行李，回了千里之外的娘家。她再也没有回过王家村，也没有给任何亲戚打过一个电话，彻底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。王强缓刑期间一直留在村里，跟着最有经验的老果农学种植和管理技术。他变得沉默寡言了很多，
每次远远看见我，都会立刻低下头，绕着路快步走开。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他，也没有再向任何人提起过当初那些撕破脸皮的事。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永远无法弥补，再纠缠下去，只会让彼此都陷入无尽的痛苦。放下不是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而是放过曾经被仇恨困住的自己。陆泽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开车来王家村，他带着公司的技术团队给村民们做免费培训，手把手教他们科学施肥、生物防治病虫害。有时候忙到天黑，我们就坐在果园的田埂上，看着满天闪烁的星星随意聊天。他从来没有刻意追问过我过去的那些遭遇，却总能在我偶尔望着远方失神的时候，默默递上一杯温热的咖啡。他的温柔像春日里细密的细雨，一点点抚平了我曾经千疮百孔的心。转眼到了秋收的季节，汪家村迎来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丰收。村民们自发在村口的空地上摆了几十桌丰收宴，家家户户都拿出了最好的酒菜，整个村子都被欢声笑语和饭菜的香气笼罩着。我看着满场热闹的人群，看着孩子们在桌子间追逐打闹，眼眶也忍不住微微发热。原来真正的亲情从来都不是血缘的强制捆绑，而是你真心实意的为别人着想，别人也会用同样的真心来回报你。